我叫林晶，原本是为公司当牛做马的社畜，每天都在被老板找事，过得十分辛苦。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异世界的王。上班好累啊！这是什么？我这是死了，还是没死？丁，恭喜宿主已绑定末日经营系统，请选择您的经营内容。末日经营系统，我这是穿越了？没有时间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了。先打起精神，选择一个熟悉的吧。那就餐厅，我的老本行。丁，恭喜您已绑定末日餐厅经营内容，即将投放您至匹配的末日世界，祝您经营愉快。怎么回事？这还真是末日。丁，请领取您的新手大礼包。这不是我刚创业时的烤红薯摊吗？丁，系统提示：宿主在安全屏障内受系统保护，绝对免疫末世伤害。丁，请为您的餐厅命名，就叫中餐厅吧。丁，已解锁新任务，24小时内交易10单，奖励20积分，解锁正式经营面板。虽然不知道积分有什么用，但肯定是越多越好吧。我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呢？那就先试试机器吧。芝士能用，还蛮好吃的。吃饱了，开干！就你们了。好香啊！这是什么？烤土豆，4成币一个，要来一个尝尝吗？我要一个。是真的，土豆。10年了，我10年没吃过真正的食物了。看来这个世界末世已经降临10年了。绿色好像淡了一些。哦，忘了告诉你，烤土豆能去除1%的毒素。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做梦，不行，我得告诉其他人，我们终于又有像样的食物吃了。看来10单的任务很快就能完成了。烤红薯的味道比烤土豆好太多了，就是贵2成币，也不知道这里的人经济条件如何。龙队就在前面，停下，丽娜，这有可能是变异植物的陷阱。龙队，我亲自试过了，这根本不是变异植物的幻象，你要是不信，亲自试一下就知道了。欢迎光临，烤土豆4成币，烤红薯6成币，想要哪个？先来一个土豆。这口感是真的土豆，是真的是能吃的粮食。我要一个。给我也来一个。丁，今日营业目标100积分已达成。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20积分已到账，正式经营面板已解锁。是我的眼睛花了吗？你身上的淬气好像淡了一些。没看错。烤土豆可以驱除身体里的微量毒素。什么？要知道解毒针剂可是要几百颗晶石啊！丽娜，快来帮老板推车，赶紧逃！不用逃。各位放心，在我的餐厅就餐绝对安全。
各位请看餐厅许之第2条。绝对安全。老板，您是什么？不是，我只是中餐厅的老板。中餐厅是什么？中餐厅啊，那是我的家乡的饭馆。老板，我们先回城了。这是什么？活体变异怪碰到保护罩会变成相应的食材哦。还有这种好事？唉，累死了！烤了1天土豆红薯。宿主可以在商城升级厨具，实现自动化哦。打开商城。太好了！收钱箱升级后，不只可以收成币了，只要系统认定有价值的，都可以当钱花。想让人花钱，得让人手里先有钱嘛。这下烤炉实现自动化了，我可以腾出手研究些新菜品了。再买点菜，怎么这么贵？哼，当我是冤大头吗？休想坑我1分钱！打野去喽！原来钟声催着人们回城，是为了躲避夜里大肆蔓延的淬气。这是什么东西？骑了这么久，什么也没碰到，还不如在原地守株待兔呢。唉，好歹下午还有个变异竹笋投怀送抱。什么东西过来了？第一次见送死还这么积极的，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了，大不了在商场少买一点食材。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也太重了吧！早知道先看一眼帐篷了，这破玩意儿硬得跟石板似的，睡得我浑身骨头都散架了。住所会随着餐厅等级升级解锁，那就开干，争取早日住上带床的大别墅。今日营业额目标400积分。我就说不该信他吧，害得我们白跑这么远。现在回去，卖黑饼的官兵早走了。就是，说什么有好吃的？我看你就是饿疯了，产生幻觉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昨天我真的在这里吃到了。我看各位街坊平时多有照顾我，才好心带大家来的。中餐厅，好香啊！痛，太痛了！就这么一小块肥肉，居然花光了我所有积分。不行，我一定要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才不辜负我可怜的积分。火候刚好。真的有吃的，4成币一个，还可以驱毒，真的假的？这比官方的解毒针剂便宜上1000倍啊！刚刚丽娜跟你说你还不信，现在你倒是回去啊！我要一个烤土豆，我也要一个，给我来2个红薯。把成币放进这个箱子里，自己去烤炉拿就行。可以用晶石、金属、变异动植物等兑换成币，我没看错吧？变异的动植物也能换。老板姐姐，这上面写的是真的，都可以换。昨天把钱都花光了，本打算去周边找小精品，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农场里到处都是那种毒菜，比找精品容易多了。好香啊！老板姐姐，这是什么？这是猪油渣，8成币一份。老板姐姐，给我留一份，我这就去捡毒菜挣钱。我的成币不够了，这是我刚刚找到的晶石，能直接用晶石买吗？晶石可以在物品兑换箱兑换成成币使用。不止晶石，金属、变异动植物等有价值的物品都可以兑换成币。9成币，9成币！城内一小晶石统一换2成币，这里比城里多了3成币。收钱箱可自动识别晶石价值，
精准换算成币，本摊位按京士大小精准计价。太好了，以后找到了京士都来这里换。还换什么京士啊？林老板说了，毒菜都能换成币，怎么着？一起去捡毒菜啊？带我一个，我也去。哇，你跟长风手工作呀？宿主，有人想偷烤红薯，我将它弹开了。餐厅利益神圣不可侵害，我对经营范围内的一切拥有绝对支配权。谁要是敢浑水摸鱼偷拿东西，直接拉入餐厅黑名单，以后再也别想在我这儿买任何东西。我没有偷，我就是忘了先投钱，不是故意的。哼，最好是这样，别耍小聪明。那我先走了。这猪油渣看着也太香了，还吃什么土豆啊？快去捡毒菜换猪油渣吧，晚了就没有了。丁，今日营业额任务完成，奖励40积分已到账，还差500积分才能升级成简易餐厅，看来还要再住几天帐篷了。看看物品兑换箱都收获了什么吧。茄子、白菜、豆角，食材还挺全。食材这么全，明天安排一道大菜。忙活一天了，今天不打野了，好好休息一晚。马上宵禁查人了，你瞎跑什么？不要命了？大哥，我打探到个奇怪的消息。什么消息？西边。虽然昨天做猪油渣熬出来的猪油不多，但这道菜可不能少了油。水得没过菜，炖出来才入味。可惜积分不多，只能买到一点猪肉。解放双手就是舒服啊！清脆爽口，咸中和带辣，配土豆刚好。没辜负我前天晚那么累，还忙活了半天。变异野猪，你们打的猪肉是猪肉，我终于不用在商城里买天价猪肉了。不是我们打的，今早捡到的，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死了。我昨天听丽娜说这里能换变异动植物，这个能换吗？当然，这么多，能不多吗？这么多猪肉，够我用到猴年马月了。差不多了，猪肉炖粉条，出锅。好香啊，龙队！我没有钱了，我要吃这个。哎，别看了，你现在可买不起，快去挖毒菜吧。咱俩合伙买一份吧。拼好菜。喂，老车！就是他们霸占着东门的地盘，搜刮之前的东西。好地方，这地方从今天开始归我们狗帮了。凭什么？这是林老板的摊位。没错，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哼，凭什么？凭这个。在我的店里，不允许寻衅滋事。你个娘们儿也配跟我们大哥这么说话？不就是异能者吗？真当我们没见过？哼，撸起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真他娘的嚣张啊！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本店不欢迎扰乱正常经营的客人。店主已将你拉黑名单，需缴纳99999成币罚款方可解除。给我冲进去，把他的店砸了，把东西都抢回来！
再不让开，就让你们跟那把枪一样彻底消失。你给我等着，咱们走着瞧。太好了，终于有人能治得了疯狗帮了，多亏了林老板啊！大家放心，在我的店里没人能欺负你们，安心买东西换成币就好。丁，今日营业额任务完成，奖励80积分已到账，够升级了！睡了1个多星期的帐篷，终于不用再遭罪了。不错，终于有像样的小店了。既然有了店面，那可得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还是床睡着舒服啊，再也不用圈在睡袋里遭罪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准备开工。什么情况？林老板的摊位呢？你们看，还是中餐厅，3个大字挂在房顶呢。好香啊！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香的味道，又麻又辣的？林老板，这房子是中餐厅升级了，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小店了。店内新推出了麻辣烫，各位可以试试看。诸位可以坐在这边休息。烤土豆、烤红薯还是和以前一样，付钱后自取。物品对币箱新增的可兑换物品已经标明，大家可以自行查看。最后，各位欢迎光临中餐厅。真好啊，店面真是越做越大了。希望东西好吃。天哪，看着好美味！不是，你们怎么速度那么快啊？老板，这个麻辣烫有多少啊？不会被他们吃完了吧？放心，今天早上能上460串，保证大家都能吃到。没抢到座位，只能买点大锅菜解解馋了。等我赚钱回来，一定要狠狠吃一顿麻辣烫。今天就到这儿吧。唉，这个时间，淬气弥漫，城外应该没有人了。人都昏迷了，怎么喂？不管了，塞就完了。别噎死了，我还等着收钱呢。烤红薯6成币一个，你吃了5个，30成币。现在不是正常营业时间，加双倍服务费，一共60成币，没意见吧？天堂也要收成币了吗？什么天堂？这里是餐厅，中餐厅。你的眼睛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我觉醒了异能啊！觉醒之后，身上被腐蚀的痕迹就会消失，眼瞳就会变成绿色。哦，原来你是异能者。那异能者晚上不用回城吗？不是，我们本来是出任务的，结果被袭击了，我被掳走了，没能跟大部队一起回去。执行官大人让我们清剿北墙外的高危变异怪，那家伙不知道吞了多少东西，背上长着扭曲的藤蔓，头上是牛角，蹄子也是牛的啊！对了，不过这事儿执行员不让往外说。神明大人，什么？您一定要帮我们保密啊！牛蹄、牛角，那怪物在哪儿？离这儿远不远？体积多大？一辆3轮车能不能拉回来？我正愁商城里的牛骨卖得贵呢，这就有送上门的了啊！虽然不知道牛角怪会不会来，不过给我吃的，我还是愿意来的。站在这里就行，不会被吃掉吧？一会儿变异怪出来了，站在原地就行，他碰不到我们。来了。这只变异怪迟迟不敢靠近，难道是在忌惮防护罩？奇怪，以往变异怪都会疯狂袭击人类，毫无顾忌。
来啊来啊，来抓我！紫城安全区的变异怪是 F 级，而霍尔说这只变异怪是 C 级，难道是等级不同？太慢。消失了，您果然是神明大人吧？牛骨、牛肉，这应该是翅膀部分吧？等等，是大米。不是做梦。好香啊！林老板，您这店也太厉害了。林老板，我想买点东西带走，给我队长他们尝尝。想买什么？烤土豆12个，烤红薯12个，大锅菜4份，还有麻辣烫串串各来20串，能打包吗？大单啊，能打包，打包盒算我送的。大米粥卖完了，各位等下次吧。哟，这不是龙丝小队吗？今天可是有限量大米粥的，但是你们来的太慢，已经卖完了哦。你们老大呢？丽娜呢？黑田服役的抽签提前了，丽娜被抽中了，他们正在城里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换个人去。黑田服役就是种口粮的地方，黑饼的原料黑田麦就是从黑田出来的。说是种地，其实就是拿命在换。黑田里的铁黑麦不是普通庄稼，那玩意儿会动，而且还会咬人。安全服根本不顶用，被咬一口，解毒针剂都救不回来。这次抽签提前了好几个月，好多人都没准备好。而且据说上次服役的那批回来的人少了将近一半，我听说是铁黑麦变异的更厉害了。有人在地里干着活，突然就疯了，拿着镰刀到处砍人。那换人行得通吗？难，按规定抽中了就得去，除非能找到人替，但谁愿意替人去死啊？琳娜，林老板，我怕我姐姐丽玲就死在黑天上，连尸体都没有。原来你在这儿，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可吓死我了。丽娜，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林老板，求你一件事，就让丽娜躲在你的餐厅里吧。大不了就当逃兵，什么都比不上活着重要。不行的，龙队，我不能躲。丽娜，我要是逃了，城里只会再随机抽一个无辜的人顶替我的名额。而且我要是当了逃兵，不仅会连累整个小队，说不定还会给林老板的餐厅招来麻烦。我不能这么自私。离去服役还有几天时间，不用现在就绝望。你是我餐厅的第一个客人，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相信我。你们今晚先安心回城，好好休息，我来想办法。谢谢你，林老板。谢谢你。除了霍尔，没有人把食物打包带走过。龙溪和丽娜知道中餐厅的食物能解毒，却没想过把食物带到黑田。看来城里应该有不能带的物品的相关规定，只要能想办法将食物带进城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老板，我带朋友来了。林老板，这么晚打扰了，我们想买些食物带回城内。当然可以，不过霍尔有没有跟你们说过，非一宴时间价格翻倍？无妨，翻倍就翻倍，账让霍尔结。行，你们要多少？烤土豆30个，烤红薯20个，大锅菜10份，麻辣烫每样来30串，白萝卜酱菜20盒。稍等，我去打包。大单啊！队长，这些东西真的能带进城吗？城门口那个检测仪，检测仪检测的是变异毒素和淬气污染。林老板的食物，你们觉得有变异吗？以我对检测仪的了解，这些食物大概率能通过。如果能通过检测，丽娜就有救了。久等了，这次的打包盒算我送的，你手上那个土豆也送你了，多谢。天这么黑了，城门应该关了吧？你们怎么回城？霍尔这个大嘴巴，应该早就跟你说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不用走常规城门。林老板，霍尔跟你说的事，还希望你能保密。放心，我不是多嘴的人。那个，能拜托你们一件事吗？你们刚才说的食物能不能过城门，明天能告诉我结果吗？丁，今日营业额任务完成，奖励160积分已到账。之前有人往兑换箱塞手工艺品被弹出来了，先升级物品对比箱，扩大回收范围，再扩张一下店面。现在的店面还是太小了，做饭、打包、招待客人全挤在一起，太不方便了。丁，餐厅已升级，每日维护费用调整为80积分。
这下舒服多了。这些天偷运回来的食物都在这里面了，藏好，别让人看见。能吃的就别省，我会再跟林老板想办法，持续给你送物资的。排好队，一个个有序过检测门。87号通过。原来姐姐当年就是死在了这种鬼地方。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黑饼，居然是这种东西做的。一直看着铁黑麦，可能会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别长时间盯着麦子看。夜班时间到，所有人立刻停手，交接工作。小心！86号、87号，快速撤离田地，危险！糟了，怎么办？难道我也要像姐姐一样死在这里了吗？你的伤不算太重吧？我女儿要是还活着，年纪应该也和你差不多大。她就是死在黑田上的，一面都没见着。我姐姐也死在黑地里了。那解毒剂不知道被稀释了多少遍了，打一针根本没用。姐姐当初也是如此绝望吗？你当初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着毒素一点点蔓延，侵蚀大脑，侵蚀心脏，然后悄无声息的死掉？姐姐，你再等等我好不好？我真的还不想死。有用，林老板的食物真的有用。小心！86号、87号，快速撤离田地，危险！他昨天明明被黑麦咬伤，怎么现在还好好的？按理说昨晚就该毒发倒下了，太奇怪了。林老板，我听说丽娜在黑田受伤了。丽娜去黑田已经3天了，也不知道食物还剩多少，还够不够解毒？黑田的消息传到外面，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情况恐怕比我们想的更糟糕。这怎么可能？3级暴露，还没有强效解毒剂，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已经加派人手盯着他了，目前一切正常。帮我打包20个烤红薯和4份大锅菜，要快！今天必须想办法送进黑田里面，不能让丽娜等死。格里，你快去准备一床被子。龙队，还是我去送吧。你现在心绪太乱，紧张过度，很容易露出破绽被守城官查到。只是送一床被褥而已，又不是去打架，放心交给我。低调行事，送到登记好编号就立刻离开，不要多说话逗留，小心别露出破绽。明白。丽娜，你千万不能有事，你姐姐已经不在了，我要是连你都护不住，怎么跟你母亲交代？止步！干什么的？给里面服役的妹子送床被子，再过几子就要降温了，怕她冻着。
服役编号87号。可以了，离开吧。立刻去上报纳尔孙长官，87号服役者有家属向内递送物资。长官，15地块87号服役者昨天遭遇铁黑麦袭击，按常理昨夜就会淬毒致死，但他今早竟正常出宫，十分反常。彻查87号的一切，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长官，都在这儿。你觉得这纸条上写的解毒可信吗？无法100%确认，但3级毒素暴露，无强效解毒剂压制，87号却能安然无恙。偏偏家属又送来了这些食物，可以说绝非巧合。将这2种食物取样留存，立刻送往实验室检测。明日派人打探那家餐厅的底细。遵命，长官。把被子重新缝补完好，食物原样放回，给87号送去，不要打草惊蛇。是。没想到这么顺利就送进来了，来得太及时了。别跑！好不容易逮着个有大米的怪，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丁，检测到您当前时速过快，您已超速，滴滴滴。都在末世了，还限速个鬼啊！要不是前2天把3轮升级成了电3轮，还真让你小子给跑了。丁，检测到 B 级变异直核，可兑换200直核币。解锁新板块农场。农场？1块4×4的地块就要100直核币，种子是买不起了。还好这次打野掉落了一些种子，先种种试试。不用我亲自干就好，就等着3天后收菜喽。这个养殖区，丁，宿主当前拥有的兽核不够，养殖区暂未开放。兽核？不会是和霍尔打野那次好像有一颗 C 级兽核，看来需要更多兽核才能开启养殖区。丁，触发隐藏成教，餐厅进入官方视野，奖励精选卡池抽奖1次。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长官，看过了，都是真的，不是幻想。长官，要不要把他带来？我亲自去。集结1队守城官。是。累死了，今天人可真多，稍微收拾一下就去睡觉吧。丁，宿主有未领取的奖励，请及时查收。什么奖励？精选卡池抽奖1次，触发条件：餐厅进入官方视野。差点忘了，这还是我第1次抽奖呢！恭喜，获得全自动服务机器人乘1。尊贵的老板您好，我是全自动服务机器人，很高兴为您服务。你都会什么啊？本机器人集营班、点餐、送餐、席间服务、收银、清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太好了，以后就不用我一个人掰成2个人用了。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叫彩彩吧。彩彩已就位，彩彩将竭诚为老板服务。收到。都说了非实验时间价格翻倍，怎么一个个都缺心眼的晚上来？这些人是系统说的官方。餐厅已经打烊了，非浴室时间价格翻倍。从这餐厅环境来看，价格怕是不低，更何况夜间翻倍，我们一共筹措了多少？长官，共计4000成币，这是扣除城内日常运转刚需后，我们目前能动用的全部额度了。区4000成币，恐怕未必能凑齐我们需要的物资。可南城墙战况愈发紧迫，我们根本耗不起，不知能采购多少物资。长官，什么？这，老板，我们现在可以购买吗？可以，不过大锅菜、麻辣汤、凉串串今晚已售罄，要等到明天营业才能做。剩下所有叫酱菜还有存货，我们全都要了。不愧是官方，就是大手笔。你们组带这个1半物资迅速回城，支援南墙。记住每种食物的增幅，告知南墙行动队队长莫里，让他把食物分配下去。是。你们组去北边的黑田隔离区，务必把这些东西交到纳尔森总长手了。是。我们明天再过来，是不是就可以买到大锅菜和麻辣烫串串了？阁下怎么称呼？啊，恕我们冒昧，深夜来访，忘记做自我介绍。在下伊夫格，子城的最高执行官。林老板，如果我们每日从您这里购买食物，也可以用晶石吧？
晶体的范畴是否不只局限于大、中、小3种普通晶体？您是指晶体的另一种形式授核和直核？真是瞌睡了送枕头。有了直核授核，农场就能发展起来了。当然可以。纸、笔。这是每天的采购量，执行官也看到了本店规模。我开门做生意，总不能光顾着给您备货，让普通客人空手而归，您说是吧？林老板的意思是，我可以每日营业结束后额外加1小时，专供官方交易，想必您也不受成文限制。好，林老板爽快，就按您说的来。不过您看，额外延长营业限制加编，留有放餐厅的诚意吧。子承官方已到，所有要求尽管提。第二，所有采购食材严禁倒卖，如果违背这一条，恐怕我和您之间的交易就要终店了。林老板放心，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我可以每日营业结束后额外加1小时，专供官方交易，这样不影响日常经营，也方便统一拿货。当然了，也不用加药费方，如何？林老板爽快，就按您说的来。不过您看，额外延长营业时间，当然，子承官方也会拿出对应诚意。林老板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这想必也是执行官大人希望看到的。可以，子承也希望所有民众都能吃饱。第三，我需要你们提供子承周边所有官方已知的变异动植物资料和具体位置，且后续实时同步更新。方便问一下原因吗？好，合作愉快，林老板。合作愉快，执行官大人。回去后立刻整合子承所有的授核和直核，分类整理好。是，长官。只是三大成上次下发的提高晶石上交量的文件里有备注说，可以用授核和直核抵扣普通晶体。这件事暂时压下。是。C 级以上的晶体污染度极强，根本不能用作异变者的能量来源，反而会助长其他高级变异生物的形成。三大成突然下发这样的通知，本身就透着蹊跷。那您的意思？其他编程或许无妨，但以子承的守备实力和规模，一旦上交，必然会引起三大成的怀疑，说不好会暴露我们未上报异能者一事。原计划用在购买食物上。好香啊！多久没有吃到过烤红薯的味道了？别管顾着吃，身上的毒素侵蚀感缓解的怎么样了？效果很明显，比稀释解毒针剂管用太多了。队长，身上的灼烧痛感也大幅减轻了。每组轮换休息时长20分钟，对照这张清单分配物资，每人基础2样，重伤员优先分配3辆。什么？这是真的吗？不用了，我的身体我知道，别浪费了。伤势最重的是哪一批？靠墙床位标红卡的都是重伤患者。你们2个配合医生，立刻给重伤患者喂食，所有人立刻行动。这力道，下巴怕是脱臼了。总长，你这是要给我个痛快吗？这是受伤服役者的口粮，拿好，下一个。这不是中餐厅的食物吗？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怎么这么多守城官？又要抽签服役了，这才几天啊！通知一则重要消息：西墙外新开了一家中餐厅，售卖各类安全食物，售价远低于城内官方口粮。城内原有兑换渠道保持不变，辅食变异东不兑换成币消费。9点整，守城官将带队开辟安全通道，护送民众前往餐厅采购。餐厅食物可正常带入城内。是我想的那种烤土豆吗？南墙防线目前情况如何？报告，低阶变异生物全部清除，高阶变异暂击退。昨夜守墙零讯役，这是昨夜您派人来，让我们尽可能收集的变异生物尸体。高阶变异体只是暂时退去，仅靠高墙和变异生物未咒特定死守，终究被动。三大成配发的武器对其伤害极低，我们确实很被动。我特意叫你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这是……哇，这建筑也太漂亮了吧！昨天还不是这样的，一夜之间就变成2层小楼了。林老板，真的不是神明下凡吗？哦，
快快快，大家都进去看看！欢迎光临中餐厅，2楼点菜区全新开放，炒菜、卤味、米饭应有尽有哦。我的天，老板连机器人都安排上了。请各位客人跟我上2楼吧。2楼比楼下还要宽敞气派。你们快看后面，居然开辟出一片田地，作物居然没有变异，难道是林老板种的？各位客人，菜单就在桌上，想要点菜随时叫我就可以啦。这价格比楼下贵了不少啊！但你看这增益效果，免疫精神污染，还能加攻击力，这也太强了！咱们拼一桌怎么样？4个人点3道菜，平摊下来一人也就20来成币。拼！来都来了，必须尝尝新菜品。各位客人想好点什么菜了吗？1份地三鲜，1份扁豆丝炒肉，1份蒜蓉西兰花，再来4碗米饭。好的，请稍等，彩彩立刻为您下单。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单子呢？来单子啦，老板，来活啦！还好昨晚收了官方大单，直接升级了餐厅，今天我可要翻倍赚回来。咱们一会儿回去就狠狠挖毒菜，今天一定要吃上2楼的炒菜。必须的，今天可真是馋得不行了。是守城官，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不会是要来封店的吧？您点的菜品来啦。这是什么？怎么不是叉子？2根小棍子。这是筷子，是老板家乡的专属谦具哦。彩彩现在教大家使用方法。我成功了，这菜也太香了，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东西都好吃。都别吃了，守城官来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情况？不是来封店的。我想起来了，今天我出城晚了，出来的时候隐约听见广场广播说什么开辟通道，护送西墙中华餐厅什么的，应该是官方组织开路了。别怕，尽管进来，白光里面绝对安全，没有淬气，还能抵御变异怪。你们身上要是有晶体、变异毒菜，都可以去那个箱子兑换成币，换完钱好进店尝尝新菜。老板，新增订单啦！再加2份蒜蓉西兰花，1份地三鲜，1份板豆丝炒肉，还有1份卤肉，1份卤素菜哦。再做了，再做了，彩彩，前面就全交给你了。收到，彩彩保证完成任务。林老板，打扰了。来的正好，东西都准备好了，合计一共3809成币，你们可以对照订单清点一下数量。长官，数量、品类全都对得上。竟然一共兑换了5354成币，在中华餐厅采购了这么多物资，也才花了3809成币。长官，这个大额纸币民间基本不流通，只有各大账城之间官方结算才会使用，咱们的大额纸币就不多。林老板，我们刚从对币箱换出的这种纸币，在店里可以正常使用结算吗？当然。好家伙，还有一大堆没见过的水产品，还新增了9个寿盒、5个纸盒。丁，隐藏任务和官方做生意交易额达到5000已完成，奖励抽奖1次。终于又能抽奖了，让我看看能抽出来什么好东西。也行吧，站着忙了一整天了，脚确实该好好放松放松。丁，奖励精选抽奖机会1次，精选抽奖，再抽1次，我就不信还能连着2次都这么碎。全自动厨师机器人，这个可太实用了，我就说人不可能连着倒霉2次。尊贵的老板您好，我是全自动厨师机器人，很高兴为您服务。哇，来新同事了。我想想，你以后就叫福福吧。福福已就位，随时待命。这是彩彩，负责前厅迎宾、点餐、清洁，你们以后互相搭档，分工做事。收到，往后请多关照。彩彩也请多多指教。走，福福，我教你复刻店里的菜品。
开始备货吧，大锅菜3锅，第3间豆丝炒肉、蒜蓉西兰花各备20份的量，卤味安鲜有库存足量制作，白萝卜酱菜腌2大箱。收到，预计耗时3小时。没问题，才留下来帮忙打下手。收到，保证配合福福完成备货。福福备菜的时间正好出去多搞点新食材回来。如果官方给的情报没错的话，紫苏、小米辣调料什么的，全部集中在东边，那就去东边，出发。OK， 下一个来了，今天的重要配菜。这是什么？装一下试试。这是什么？装一下试试。丁，您已驶出子城官方安全区范围，知道了，请注意警戒周边未知危险。滴，知道了，不用反复提醒。C 级怪，运气不错嘛，还想跑？丁，检测到您当前时速过快，您已超速。闭嘴，吵死了！受死吧！麻辣兔头、手撕兔肉、卤兔腿、孜然兔丁、酱板兔肉、烤全兔。什么情况？截胡截到我头上来了！你给我等着，我这就来收了你！搞定，可以回去复命了。不是刚吃过饭吗？霍儿，你对自己差点吧？你们暗心要先回城吗？我们赤旗会还有2个低级变异怪的清除任务。不对，情况对 B 级变异怪不该这么弱，它的树干太脆了，内部几乎完全是空的。它的植核怕是早就被寄生的一种植物彻底吸干了。紫红色，难道是 A 级？队长，小心左边，大量藤蔓过来了！对上 A 级怪，我的护卫撑不了多久。你别飞太高，空中太显眼，会成为活靶子的。还没有备用武器，我的棍子快崩裂了，撑不住了。这么下去不行，藤蔓无穷无尽，根本进不完。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不能全部葬送在这里，绝对不行。A 级，怪不得敢截胡我的变异兔怪，几级都一样，遇到我灵晶都得死。终于让我逮到你了！林老板，是林老板，林老板救了我们。A 级植核、兽核、羊肉、兔肉、胡椒，赚了，回家。林老板，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霍尔啊！这就是你们说的林老板，好厉害啊！老板回来啦！老板辛苦啦！店内所有备菜工作已经圆满结束，欢迎老板回来。辛苦你们2个了，今晚早点进入休眠舱休息，明天正常营业。好的，老板。种下种子之后，一直没有怎么好好照顾，看来必须定制一下养殖计划了。大米和玉米其实还不算太短缺，倒是可以先种点别的。兑换物资里还没出现过小麦，也没发现小麦的野怪。想要制作面条、馒头、糕点各类面食，还是得有小麦啊。植物只需免费系统浇水就能生长，动物养殖则麻烦太多，需要持续投喂饲料，定期养护，成本更高。先养鸡，其他的再说。总算把养殖区也建起来了。丁，触发隐藏成就，经营农场并拥有了自己的植物和动物，奖励精选卡池抽奖1次。精选卡池里可都是好东西，
恭喜获得3轮车升级包乘1，升级已自动生效。以后外出打野再也不用担心装不下了。夜晚变异生物活跃度大幅暴涨，我方火力支援根本来不及全覆盖，容错率极低。现在尝试激化觉醒，太冒险了。长官，您说过，异能最容易突破完成觉醒的时机，就是撑不死一线之间。长官，我们没有时间慢慢尝试了。子城的性资源防守任是我个人的请求，完全出于我的意愿，请您考量。不清楚，失败都有后果吗？一旦失败，不仅无法觉醒，大概率会被变异体侵蚀。我清楚，长官，我会为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请您相信我。不要逞强，一旦支撑不住，立刻发送求救信号。是，长官。全员戒备，火力组就位，随时准备火力支援。是那只 B 级变异生物，全员稳住心神，警惕精神污染。报告，队长的安全绳失去重量，疑似断开。什么？立刻回收绳索。绳子断了，队长人不见了。就算今天交在这儿，也要拉你做个贴背的。能为南墙多撑一阵，我死的就值。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退缩半步。我墨里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后退二字。不要和变异怪对视，他的眼睛有极强精神冲染，所有人立刻低头闭眼。那里有人！锋刃！全员开火，全力支援！是颅内放的效果，受到攻击2%几率极限闪避。长官，幸不辱命。多谢你，你为子城，为所有民众趟出了一条新的生路。果然是来月经了，还是买些止疼药吃吧。真疼起来，怕是会扛不住。彩彩，早上好，老板。让福福给我冲一杯姜糖水吧。好的。有了福福和彩彩，就算给自己放半天假，餐厅也能自动运转了。距离雨季到来还有24小时，是否领取雨季限时任务？特意标注奖励丰厚，能让抠门系统用丰厚这个词来形容的奖励，绝对不一般。10万营业额。接待整整1000人次，子城加起来都没有1000人吧？难道在马上到来的雨季中，餐厅可能会接待子城以外的客人？哇，今天老板居然在前厅！老板早上好。餐厅又扩建了，座位比之前多太多了，坐着真舒坦。老板姐姐，您是不是不舒服？脸色看着好差呀。没事儿，就是女孩子每个月都会有的不舒服。来月经了。小姑娘年纪还小，听不懂也正常。还小？自打灾变第2年开始，不管男女老少，咱们人类早就没生育能力了。别说小姑娘，我这岁数的也早就不来这个了。所有人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灾变头2年世道乱得很，各种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是联邦惹怒上枪降下神罚，断了人类后代。各地起义军打着讨伐统帅的旗号作乱，最后也全都消亡了。灾变第2还是第3年吧，官方研制出铁黑麦，当成全民口粮普及。那时候又传出消息，3大城里有人觉醒了特殊孕育能力，能诞下新生儿。说实话，自身都难保，谁还有心思纠结后代的事儿？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见过一个新生小孩。官方不是说了吗？所有新生儿都被统一安置在西屋城，专人说是这么说，咱们连子城都很少出去，谁也没亲眼见过。算了，孕育能力的出现，铁黑麦口粮普及是同一年，未免太过巧合了。林老板，我回来了，
黑田服役提前结束了，太好了，总算不用担惊受怕的了。黑田制度改了，只要把自己分配地外里的铁黑麦全部收获完毕，就可以结束服役离开了。那必然是用听有关系的。餐厅的食物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解毒，官方自然没必要再种那么多铁黑麦了，只要留够上交给3大城的份额就够。对了，龙慈呢？他知道你回来了，肯定更高兴。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他是很开心。今早广场的公示板上贴着暗星和赤崎会要招收异能者的告示，他带着小队先去打探情况了，说晚点再来餐厅。啊，什么情况？招收异能者？他们在培养异变者。异变者不是必须上报给3大城吗？这些守城官能允许把这种内容贴在公告栏上吗？不允许，他们为什么不撕掉？守城官不就在旁边呢？异变者是会发的通告，我还真有点想去问问，招收异变者是不是说暗星和赤崎已经有异变者了？嘘，这个不行说啊。先是黑田改革，后是培养异能者，中华餐厅对子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了吗？黑田已经重新划开布局，下调了服役名额。南墙特别行动小队的激化觉醒计划也在按部就班推进，暗星、赤崎会的招揽方案顺利铺开，北墙外的变异怪清剿任务也一切顺利。自从发现了中餐厅，大大小小的会议就没断过，根本没睡过一个整觉。能把这单预定物资取回去，今晚总算能好好歇一晚了。林老板这般费心搭棚，是为了白日遮阳用的吗？不是遮阳，是为了遮雨。执行员大人来了，给官方预定的食物都已经提前打包好，放在店内空桌上了，你们直接进去清点兑换即可。遮什么雨？明天会下雨。雨季怎么提前了整整1个月？你听到了吗？说是提前了。看来我们得抓紧了。长官都清点好了，可以回去了。你们先等一下，我有事情要和老板说。听说您可以解决 A 级变异生物，知县官大人有话不妨直说。我们是否可以雇佣您帮忙抵御？如果接下来雨季爆发，出现高阶变异潮，警告！警告！餐厅利益神圣不可侵害，店长不可接受外部雇佣，为他方出战工作。抱歉，我只是个餐厅老板。雨季期间，本店只正常营业，不承载其他委托。若是餐厅周边涌现高阶变异生物，会不会影响店内营业？我们还能带着民众来餐厅就餐吗？餐厅须知，在本餐厅范围内就餐的食客绝对安全。明白了，感谢您如实相告。我们走吧。立刻召集所有守城官大组组长紧急会议。啊！红色烟花，这不是雨季的信号吗？怎么可能？距离往年雨季起码还有1个月啊！太邪门了！最近城外变异怪越来越多，如今雨季又莫名提前，该不会要重演5年前那场灾变吧？呸！别乱说这种晦气话！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可别咒大家。3大城都会派官方异能者小队来城外清剿变异怪，今年到现在连人影都没见到。暗星的周雪他们不是异能者吗？实力可不弱，那也不如3大城的官方异变者队伍。好不容易辛苦挣了1天成币，这下雨季一来，搞不好又要被征去巡逻灭蚊虫了。都是轮换制，一人也就值守1天，嗷嗷就过去，说的轻巧。那变异蚊子跟普通虫可不一样，被叮一口，好歹可不是小事儿。你们是没见过那变异大蚊子，针管粗的跟大拇指一样，被扎一下基本没救，光驱毒根本没用。那是你没去过中华餐厅2楼。2楼怎么了？蒜蓉西兰花使用后1小时内对所有非虫类变异生物都有驱散效果，还有板豆丝炒肉，吃完24小时伤口感染率直接降低5成，这都是2楼的菜。哟，没想到你也把餐厅菜品功效背得这么熟。那雨季还阴冷潮湿呢，冻得人四肢都发僵。例子，使用当日阴冷环境代理提升10%，香酥小银鱼同样加10%，香辣牛蛙也能加7%。你高墙挡不住雨季疯长的变异蚊虫，蚊虫叮咬，伤口溃烂，毒素感染，年年雨季都让人心里发慌，哪还有心情像现在一样说笑啊？今年不一样了，有了中华餐厅，总觉得心里踏实了不少。别打架啊，打架多伤和气。这下打不起来了吧？等等，不太对劲。F 级的柠檬草为什么会有直痕？要么是资料没更新，要么是雨季要来了，植物在疯长。正好，那就收割一波吧。
老板，今日常规备菜工作已全部完成。正好，福福，明天餐厅上新菜品，我现在就教你怎么做。开工！白萝卜和蟹味菇偏寒，生姜和当归更好中和，山药和板栗健脾，羊肚菌提鲜。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炖。学会了吗？菊花枸茶、生姜红枣茶、薄荷柠檬草茶、羊汤、菌菇汤均已记录完毕，接下来就交给福福吧。这下就可以把菜品种类分开了。这下麻辣烫串串的空间可大多了，客人也不用总是等累。右边用来放可以自主拿取的菜品吧，布置长椅可以容纳更多客人，也能提高流动性。老板，才帮忙洗了羊杂，还分装了茶饮，还挺会邀功。羊汤、菌菇汤放到中间主店售卖，菊花枸杞茶、生姜红枣茶、薄荷柠檬草茶放在这个电梯就行。左边也得放一个收钱箱。记得和客人介绍，两边的收钱箱也可以用，保证完成任务。至于这张免费卡，可免费兑换任意一件已解锁的系统物品。任意物品。老板，可以再说一遍我变成什么职位了吗？领班！耶！好了，明天开始，旺旺负责2楼的点餐和服务，才负责1楼的点餐服务和食物补给。明白。服务型机器人都这么喜欢用颜表情吗？一共没有吞噬融合的痕迹，这是第几个了？第4个，队长。被墙外标记的 F 级以上变异生物，已经确认失踪4个。这里应该有个 D 级的变异怪啊，可是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不见了。走，去下个地方看看。往年雨季前，3大城的异能者队伍会在变异生物能量暴涨前抵达此城，清剿安全圈位内所有高阶变异生物，协助我们抵御雨季蚊虫潮。可今年雨季突然提前了这么久，各边城和3大城的关系本就十分微妙，恐怕蓝城、教城那边也没有等到支援，甚至大概率还不知道明天雨季就会提前降临。3大城明明有能预言天象的异能者，可你看现在都没有派人前来支援。多说无益，眼下最重要的是拿出应对之策。明早暗星和赤修会的异能者会前往北墙、东墙和西墙支援，守城关异能者的排布等祭司探查回来再敲定，所有外队成员全力配合。是。其余边城虽然暂时联系不上，但依旧安排专人值守通讯点，不间断向外发送联络信号，不能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是。此城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城墙一定要守住，不惜一切代价。再增派人手保护好前往中华餐厅的路。如果所有小组组织民众向中华餐厅转移，茉莉，撤离指挥权由你全权负责。长官，那你呢？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会与子城共存亡。长官！执行官大人，祭司回来了。让他进来，探查情况如何？哪次雨季前变异生物不是疯狂滋生蔓延？幸好北墙外的 A 级变异生物和南外的 B 级变异生物已经被清除。报告长官，更早，所有异变生物的最新探查报告。难道比预估的局势还要糟糕？这些被划掉的是被其他变异生物吞噬融合了。属下起初也这么怀疑，可周边并没有出现等级暴涨的高阶变异生物，像是凭空蒸发了。这种消失的事，倒是和暗星组织之前描述过的那位林老板出手后的情形一模一样。长官，林老板的意思不是不会帮我们子城吗？林老板神通广大，此举未必是帮我们子城，可能只是他需要。或许我们应该庆幸林老板的需要正好对我们有益，能有林老板这样的存在，我们也许已经很幸运了。结合基斯的新情报，我们要重新调整应对方法。明白。接下来是7天雨季征选名单，墙内7月9日第1班是。为什么大家都想分到内墙啊？你刚到征选年龄还不知道吧？往年经验来看，待在墙内显然比待在墙外能活的几率大得多。我留了不少中华餐厅的增益食物，不论谁不幸被征选了，都可以吃了再出发，别担心。所有被念到名字的人于上岗前1小时来领取防护服和装备，不得迟到无故缺席。外墙呢？怎么没有外墙的名单？雨季期间，西墙一前往中华餐厅，我们会全力保护动搜的安全。本次通知完毕，今日第1班的人来领装备，其他人自行解散。你们看，守城官都走了，真的没有外墙的名单。你们听到了吗？雨季里官方也保护去中华餐厅的路。今年的雨季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
霍尔，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出任务守墙呢。你是去中餐厅吗？要是有什么新品，能带给我尝一尝吗？这个看情况吧。他就是不想给霍尔带东西吃。队长猜的没错，官方的确是让暗星和赤旗会的异变者帮着守墙了。雨季受潮凶猛，只靠2个组织的变异者能扛得住？不对，官方能直接取消外墙的征选，应该是有别的底牌。这还是中华餐厅吗？我们没走错地方吧？快，我们过去看看。我去，继一夜起高楼之后，老板又一夜建新屋了。还有这么多雨棚，本来我还想着今天可能得淋雨了，哪想到老板想的比我们周全。老板，您是知道要有雨季，所以给我们搭了雨棚吗？果然，怪不得官方能知道雨季提前呢，还是因为中餐厅。还是林老板神通广大啊！是冰雹！好家伙，这冰雹也太吓人了！幸好跑来餐厅躲雨了，不然这冰雹砸身上。哎，这环境一年比一年恶劣，变异怪越来越强，如今雨季还夹杂冰雹，实在太诡异了。雨好像停了。等等，你看那边，雨季才刚开始，变异蚊子就已经大批量孵化了，说不好和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有关。早就听说中华餐厅白光无敌，今日亲眼见到，才知道强的有多离谱。你们是不知道，我还听说有人见成片的变异竹笋朝扑上来，照样一个不留。我还听说这白光晚上会猎杀周边变异怪。对，餐厅周围安全的很。对了，我喝了薄荷柠檬草茶，驱蚊的，我怕个啥？真的有用，这驱虫效果也太顶了。这薄荷柠檬草茶也太牛了，我也要买一杯喝，喝了去农场挖菜。小心点，野外可不止蚊子。怕什么？实在不行就把怪引回防护罩，直接秒杀。还能这么玩？外面吵吵闹闹的在干什么？这波个头更大，不算输。说好赌数量，3个成币，快拿来。等晚上官方来取订单，不会顺带带回一堆变异蚊子尸体吧？系统可别离谱到把蚊子尸体判定成可食用食材。还好，就算系统认为是食材，我也绝对不会做的。这不是我上午才喝过的薄荷柠檬草茶吗？早知道下午值班会发，上午我就不买了。今年怎么都多发东西了？这杯热饮是什么？这可是好东西，一会儿轮到你就知道了。所有人安静，我是本次雨季防蚊虫巢任务总组长杰西。中华餐厅特供的薄荷柠檬草茶，饮用后2小时内驱赶蚊虫，10小时内提升10%霉菌真菌抵抗力，5%恶劣异情绪会提升12个小时。中华餐厅还有这种饮料呢？上午没去中餐厅吧？可不止这一种。长官，今日蚊虫防控完美收官，所有积水死角排查完毕，全程蚊虫卵清剿清零，全天仅1个人轻微受伤。怎么回事？他追变异蚊子追得太上头，没看脚下磕台阶上了。报告长官，今日城墙仅遭遇零散1级变异生物，全部就地剿灭。西墙由石化、穿刺、冰刃3大异能护航，民众往返中华餐厅就餐完全不受影响。这是子城历年来最平稳的一次雨季。要是没有中华餐厅，今日的子城只会和往年一样，深陷蚊虫、受潮、感染危机，伤亡惨重。长官，营城急报！什么情况？送信的人呢？是编程等级最高的急报。15分钟前，巡查队发现2名营城守城官，2人入城后1人失血过多当场昏迷，1人重度外伤，已全部送入医疗室救治。这封信是他们昏迷前交给我的。雨季提前1个月降临，伴随变异定植物的异常强化，此次雨季受潮远超之前规模，墙外安全区无3大城异变者队伍提前清理。短短2日，我城军人伤亡已达40%，通讯系统全面瘫痪。城墙西侧外 A 级变异生物目标是高墙，恐明日便会出现高墙损坏倒塌。根据灾变纪元编程军官守则守则，撤离计划消息务必效争取送出。此信由4队守城官送出，希望至少有1人能赶在子城雨季到来前将消息送达。营城雨季提前，子城必然同样。望一副阁上校早做准备，只是路途遥远，送达希望渺茫。变异生物力量增长诡异，极可能率再次进化。营城直官温陵上校。如果没有中华餐厅，子城的情况怕是比营城更惨烈。营城向子城求援，已是走穷无路的下策。从信的末尾不难看出，温陵上得对子城幸存抱有的希望不大。可现在的子城确实可以这根救命稻草。与营城指挥官来信中说的一样，3种通讯方式阶段。莫离，
即刻通知各组组长周雪、黑西，1小时内全员抵达指挥部议事。是。那子城的高墙，我会安排。让人清点车库和燃料，做好7点出发的准备。是。清点晶体成壁和变异生物核心。出发前，我们得去一趟中华餐厅。听见周围的嗡嗡声没？这群变异蚊子根本近不了身，说不定异能者就是这种感觉。人家可比我们厉害多了，我亲眼见过赤旗会的人出手，抬手地面就冒出尖刺，直接把变异怪钉死在地上。我怎么没看到？等等，不对啊，子城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异能者了？暗星赤旗会的人一直在墙外驻守，算是官方的边外战力。公告栏一直有招募信息，你没看而已。说不定我们普通人以后也有机会成为异能者呢。就是，说不定哪天我也能抬手小电死一只变异怪。变异怪！我去，兔子怪，快跑啊！你没事吧？建议，我想起黑田的时候，我怕。不怕，我在呢。队长，丽娜，快离开啊！兔子怪又站起来了。跑什么？我们还怕了他？还有你们几个，刚刚还吵着要当异变者，遇见个低级变异怪就怂了。大家一起来！拼了！我们人这么多，怕什么？我这里有绳子，你们都一起拿着，我们绊倒这只变异怪，再杀了它。对啊，就算受点小伤，去中餐厅大吃一顿就能恢复，怕毛啊！握紧刀，看着他的眼睛。来啊！先别急。记住，打他的眼睛和喉咙，别硬拼。死了，真被他们杀掉了！我的天，原来变异怪也没有那么难杀！我们赢了，我们真的赢了！我和格里来分兔肉，大家别急，人人都有。你们是没看见，刚才那兔子怪冲过来，我直接拎着木棍就冲上去了。我们刚才还在东边解决了一只变异土豆怪，轻轻松松。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嘘，小声点儿，前面好像是执行员大人。执行官怎么带了这么多人？是要去餐厅吃饭的吗？看脸色不太像，估计是有大事要发生。您是说，除了原本的订单之外，想要购买店里目前全部的菜品存确？是的。报告老板，店里现在还有296个30烤土豆，144个烤红薯，大锅菜6份，糖肠找栗子20至3份，煮玉米17根，麻辣烫串串760，牛肉翻粥10份，卤内脏20份，卤菜8份，汤品各2桶，饮品满库存。好的，我们要了。方便再出一批烤红薯和烤土豆吗？我们双倍付款。可以，大概20分钟多156个烤土豆和60个烤红薯。好的，麻烦林老板了。这段时间差不多也可以多出1锅煮玉米、1炉糖炒栗子和1锅大米粥，您是否需要？可以吗？那就太感谢了。客气了，加上您订单的金额，一共为13021成币。来3份套餐。祭司，付钱。是。官方今天好大的手笔，感谢光临，我给你们抹个零头吧，给13000就行。林老板客气，是我们应该感谢您。中华餐厅救了子成，现在轮到营城了。来了，怎么这么久？会长，其中一人伤势还算平稳，另一人伤势极其凶险，身上数处致命创口，耗费许久才稳住性命，能撑到抵达子城已是万幸。治疗结束后，他们还根据我力的速度做了个评估，这是他们给我的晶体，说是这次出任务过程中给我的补切。你自己收好吧。执行官大人有给我们晶体补充，加速、奎平、愈合尤德拉、麻痹、格罗丽塔，再加上我的护盾，异能尽数偏向辅助。想来还有其他攻击型异能者没到，罗向怀肯定得来，有了他的寻踪，说不定能定位到营城撤离队伍的准确位置。但雪莱和特纳技能都偏控制，这怎么打？事态紧急，没时间召开正式会议商议部署，还望各位见谅。这位是杰西上尉，本次接应任务的指挥官，车队在外，一切指令以杰西上尉发出的命令为准。这位是莫里，他与麾下队员担任此次行动主力，负责沿途所有变异生物轻蔑作战，与各位协同配合。原来如此。莫里异能巡检主力，锁定营方联手施展控制异能，
加速不必要冲突的变异型接收物。是。何怀使用锁定营城撤离队伍的具体方位。黑西护盾异能护住所有出行车队。奎平，你的治愈异能提示重中之重，一旦接应到营城民众，优先全力救治重伤、身中剧毒的。执行官大人，我的护盾异能覆盖范围有限，无法同时护住整支车队。奎平的加速领域同样有距离限制。这位是希拉上士，拥有扩域异能，可放大所有范围型异能的作用半者，刚好能弥补你们能力的短板。长官，所有物资全部装车完毕，队伍就绪，随时可以出发。距离预定出发时间仅剩1分半钟。全员就位，行动正式开始。拜托你们了，一定要平安回来。按照原定路线，此处不该抵达这片废弃工厂废墟。队伍明显行进偏移了方向，撤离不过2日半，营城民众只剩下了390人，守城官止于70，多数人本就高烧不退，日夜兼程赶路，加上中途变异生物袭击造成的伤，眼下已经走不动了。仓库附近是否安全？未发现变异生物，往仓库方向行进，再派马朝的侦察队去查探，若安全可扎营。长官，马朝少尉下午已经牺牲了，派坎贝的组去，要迅速。是。长官，巡查队员来报，今夜有7名民众试图自震，其中2人已然离世。传令下去，巡查小队尽力阻拦劝导，多加安抚。在营城死守的温林上校以及留守的所有将士，恐怕早已全军覆没。同样深陷雨季危机的子城，能有余力倾力驰援吗？长官，2点钟方向发现大规模变异蚊虫群正在快速逼近。方鹏，倘若我不幸殉职，撤离队伍临时指挥权交由你全权接管，无论前路多难，务必拼死带领所有人抵达子城。属下遵命。报告，西南方向有异响。受潮？不，似乎是车队的灯光。车队，那标志好像是子城的标志。优先清剿蚊虫巢，奎平撤去加速，全员准备。黑西、雪兰、格罗瑞亚、莫里备战。缠绕，锋刃。子城现在已经是这个实力了。乔伊斯上尉，我们尤拉达立刻救治乔伊斯上尉。子城接应小队，奉命前来接应营城撤离队伍，我们来接你们回家。在下是营城撤离队伍副队长关方鹏上尉。方鹏队长，如实告诉我，如今撤离队伍整体状况如何？情况极差，一路伤亡惨重，队伍人数已然减员过半。立刻召集你手下所有人员，火速去车队搬运物资，动作一定要快。物资？事急从钻，来不及解释了。你要想让民众尽可能活下来，就别现在问问题，快叫人。是。瞳孔已经被侵蚀的发大米粥，毒素蔓延厉害的发烤红薯，症状轻些的发烤土豆、煮玉米、糖炒栗子，受凉的发生姜红枣茶，受潮的发橘皮枸杞陈皮茶，受伤严重的发羊肉汤，高烧不退的发5元菌菇汤。这2辆车是纯净的水资源，没有被污染过。不是做梦，不是做梦！统一集结所有重伤病患，送到尤德拉那儿接受治疗。是。住手！你们想干什么？新命令，所有重伤的人都要被带走。一切还是直接杀掉？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我们都已经走到这里了。你们要丢掉走不动的人吗？我们早就看淡生死，只是舍不得孩子。就算死，我们一家人也要死在一起。大家别激动，不是遗弃伤员，应该是治疗。谁治疗？随行的医生们不是都？5分钟后开始发放物资，现在开始排队，准备领取水和食物。为受伤者在右侧排队，受伤者在左侧排队。排队时带上自己的水壶，不要拥挤争抢，不要违反队伍秩序。水、食物。淬毒严重，这是你的红薯和大米粥，拿好。简直像是做梦一样。这是真的吗？我好像能看清东西了。我的伤口也开始愈合了。听说这批物资都是子城接应队伍带过来的。子城如今居然有这般神效的食物，简直如同神迹一般啊！
杰西长官，所有民众已经全部领到了食物，3个仓库均有少量剩余。这辆车上的物资是给你们的，给守城官们也发下去吧。给我们？你们日夜不休坚守防线，又连日拼死护送民众，身子也并非铁打，同样需要补给休整。是。3个小时了，怎么连个像样点的变异怪都没有？蚊子，蚊子，又是蚊子！再这样下去，半点收获都没有，还不如和福福一起包包子呢。终于有面粉了，包子也太好吃了！蒜蓉空心菜、紫姜炒牛肉2道菜品各备10份，包子2种馅，再各蒸5笼。等我今晚抓到像样的变异怪，就回来吃2笼包子。夜宵再吃几个包子，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小心心。叮！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用食物总共挽救400名垂死末日人类性命，奖励抽奖机会3次。什么？叮！恭喜宿主解锁隐藏成就，食物疗愈者，奖励精选卡池抽奖机会乘1。这是什么？拜托拜托，出点好东西给我！恭喜您获得精美白瓷雕花茶具1套，切配备菜间30米匹，静置立场投射器乘1，电动3轮车升级包乘1。这抽奖卡词里真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恭喜您获得全自动农场管理机器人乘1。又是机器人？精选卡池里是只有机器人吗？这还差不多，4个机器人一起在卧室门前休眠，也太占地方了。还好送了个休眠室，不用我花积分扩建空间了。别的回去再看，先看看这静置立场投砸射器是怎么个事。早知现在，以前就抽空多练练射击了，大不了玩点 FPS 游戏也成啊。还是先升级一下3轮车吧。我的天啊，这也太帅了吧！虽然该回去睡觉了，但是谁能抵抗这么帅的新车呢？不管了，溜一圈练练枪，就一会儿。熬夜打也真要命啊！老板好。老板好，报告老板，今天8点准时开门接待客人。领班彩彩把3个门的门都打开了，唤醒了福福和旺旺，保证了正常营业。做得不错，耶！林老板来了，林老板早啊！尊贵的老板您好，我是全自动农场管理机器人，很高兴为您服务。主臂用于重脑力劳动，机器人开放农场管理权限，本机器人可以及时管理农场。这些机器人不像是同一种科技水平的产物，即便调动面板的都是按脑袋后面的按钮，没电需要积分充电，但这些机器人更像是系统从不同世界里收来，经过统一改造的产物，就叫聪聪吧。聪聪，你能统筹调配饲料加工站吗？核算原材料的配比分配，最高效率供给。可以的，老板。叮，您的农场管理权限已成功向机器人聪聪开放。我买了56块地，饲料配比完成后，把种子树苗最优分配种植一下。往后每天清晨我醒来后，你整理一份完整的农场日常运营日报发送给我。好的，老板。完成工作后可以去休眠室休眠，听到我叫名字为唤醒。一会儿你工作完可以找领班彩彩选一间休眠舱。明白，老板。可不能再熬夜了，回餐厅吃个早饭，再睡个回笼觉吧。营城民众已分区安置，高烧人员统一隔离医治，重伤人员在接应时就已稳住伤势，依照预案下发2日口粮，伤势轻微以及身体健康的不做行动限制。别跑啊，我们没有恶意，我们也正要去中餐厅，顺路能带你们一起过去。伊福阁上校，此城的人们都这么热情，该怎么解释呢？以前此城的民众其实不这。终于轮到我了！冲啊！人多蚊子少！啊，这不应该害怕或者是逃跑。我的意思是，剿灭队伍都发了饮品，可以在2小时内驱赶蚊虫，所以民众们的热情都很高昂。原来如此。营城人平日里见到穿着制服的人，会拘束，会躲远，躲起来咒骂几句也是常事，日子都不好过。总要找一个可以理所当然指责的目标，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此城好像不太一样。守城官出手也太快了，
都没轮到我动手。可惜，我杀的也可快了。上次在废弃农场那边，我一个人就解决了3只变异老鼠。又来了！你那点破事我都听得耳朵起茧子了。不是，他们说的是杀变异生物。是这样的。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这是中华餐厅设立的物品对币箱，捡拾的变异植物、猎杀的变异动物或是手工制品都可以在此兑换成币，再用成币进店购买吃食物资。我第一次看到也很疑惑，但林老板说客人不需要考虑这些。林老板神通广大，我们不必用自己的角度思忖。第一次来都不懂，没事儿，来，这个烤土豆你拿着，就当是见面礼了。送见面礼能不能拿自己的东西啊？烤土豆是我的。见笑了，这些烤土豆我的见面礼。罗向怀，你下手也太重了，赔我2个肉包子。你刚才一口气炫了5个，还没吃够。这样真好啊。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吃饱穿暖方可谈品格，会有这样的善意存在，是中餐厅潜移默化改变了整座子城的风气。营城的人以后也会是这样吗？当然，中餐厅会向所有客人敞开。中餐厅真是个神奇的地方。中餐厅出现的时日不长，紧接着到来的就是提前的雨季。子城刚开始应对也很仓促，通讯断了，传讯更是困难。要是知道营城也……这些道理我明白，上校不必为此自责。不过我想问，等雨季结束，执行官大人是否会往上报？我原本确实这么想过，但现在有了那则传讯。长官，乔伊斯少校想要单独见您，说有重要情况，必须当面汇报。这是我临行前温林上校交给我的。温林上校命令我，如果能够成功到达子城，必须当面且单独把这封信交给您。如果未能成功到达，就让这封信的内容随我一起埋葬荒原。没什么特别的，远不如营城守城官冒死送过来的那封正史，没有火蜥，没有收件人，封面上什么字都没有。这是一个故事，关于什么的？您还是自己看过比较好。温林上校说，用 X 加密方式解译。X 加密方式，那不是我成为联盟中央军校学生会会长时发明的吗？兔子们对着一棵树叫，大树安静不出声。兔子们叫完，肚子就饱了，会回到巢穴中做美梦，等待下一次太阳升起。日子长了，大树的身体渐渐枯萎，它们进入了新的小树，有了新的生活，过上幸福的生活。温林长官收到这个故事时，也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只是在把加密后的交给我，说明能够成功翻译出来，可以其中一个字把其中一个字替代。另一个字，难道是把所有的教官成？温林长官并未明示。温林上校他现在我们撤离队伍动身之后，亲手引爆城内所有防御炸药，与营城共存民已然壮烈殉职。这则故事并非温林长官所写，是2个半月之前，有人通过民营传讯敲送至营城，传讯坐标指向3大城之中的7问城，并非官方正规传讯渠道。温林上校知道传信人是谁吗？温林上校的副管之一西德蒙少校，在此前被3大城派人将觉醒异能者的带走时离开了。西德蒙少校的异能极为稀有，叫做孕育。既然执行官大人来中餐厅有别的事，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叫人送乔伊斯少校回去。是。尊贵的大订单客人您好，领班才才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需要？才才，我想要找一下林老板。找老板？您是要送今天订单清单吗？给领班才才就可以啦。不是，是我想确定一下。不是吗？那你有什么事啊？需要跟林老板报备一个消息。哦，但老板现在把营业的任务交给我，您可以告诉领班哦，领班才才会帮您转告。那请领班帮我转告林老板，今天子城会到来1432名营城居民，子城会继续宣传餐厅，履行约定。好的，我都记下来了，会转告给老板的。您还有事吗？没有了。好的，那领班才才继续工作了。老板，您睡醒啦？上午大订单客人来访，想要见您。领章判断了对方的目的是才才处理不了的内容，于是记下了他要转告您的话。大订单客人是伊芙格吧？是的。他说什么？那请领班帮我转告林老板，
今天子城会到来1432名城军民，子城会继续宣传餐厅，履行约定。动作还挺快，昨天下午刚打包走了食物，今天就带着新客人回来了。店里2台立式电热蒸包炉，加起来一次能出128个，素包12分钟一炉，肉包耗时9些20分钟一炉，暂时勉强够基础供应。4个茶饮自助保温桶各花50积分，容量翻倍，再买一台烤炉，直接升到4级，600积分，自动填充、自动出货等功能就都有了。雨季限时任务第2天，新客源也到位了，该好好忙活起来了。林老板进后厨了，看来又要出好吃的新菜品了。我现在一看见老板进后厨就犯馋。之前囤积的猪油还尚有剩余，但不少菜品用猪油炒制口感不佳，风味也有偏差，得弄点清香的植物油。搞定。然后是脱皮机。哇！福福，以后豆瓣酱用这个。好的，老板。好香啊！刚吃完饭，我怎么还这么馋？需要领班才帮你们问一下吗？好。报告老板，有客人想问您在做什么，香味严重激发了他们的购买欲，请问老板可以向他们透露吗？是小吃，五香酥炸蚕豆，马上就可以买到了。快去小吃店里占座位！林老板，今日抵达的营城撤离队伍情况不容乐观，队伍里80%人员身上都带有伤势，可能要加购一批烤红薯。我就知道，还好提前多买了一台烤炉。这是今天更新的变异生物资料，城外安全带内的变异生物大部分都没了。我们的人为了子城的安全，稍微往外探了探，你也许会需要。好的，林老板，我还有一件事想要麻烦您，请讲。把打包好的食物先带回去派发了吧，别耽误了。是。这就是铁黑麦，看着干瘪灰败，不像是能正常食用的食材啊。看看系统识别是什么食材吧。如果说刚刚那一袋是突然枯萎的铁黑麦，物品箱无法回收，那这袋正常成熟的铁黑麦，物品对币箱不会主错，不收说明你带来的这件东西不在可回收范畴内。可食用的腐蚀和变异的动植物，非可食用的腐蚀和变异的动植物，难道说铁黑麦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当初猜测把叫替换成吃，如今想来格外贴合真相。所有人赖以生存的铁黑麦，日复一日食用多年，到头来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故事里的大树，难道是铁黑麦？编程大量种植铁黑麦，不仅要上交成熟的铁黑麦，连剩余的根基也要上交。希瓮城物资滚缺，不会平白回收无用废料。至于兔子天性繁衍能力极强，数量增长迅猛，恰好和西德蒙少校觉醒的孕育异能高度契合。雨季都过完2天了，营业额虽然过半了，人数还不到一半。营城来了将近1500人，今天只接待了53个新客人，这不正常啊！受伤，伊夫格说受伤人数占80%，可剩下的20%怎么也有200多人吧？应该不只是受伤的原因，难道这些从营城逃离过来的人们产生了心理创伤？很有可能。对营城的幸存者来说，子城的高墙不只是一道屏障，而是变成了一道心理上的绝对分界线。得想想办法让营城人出城墙。找到了，小桶啤酒酿造站。啤酒对于有创伤的末世客人们说不定会有作用。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搞点啤酒花回来，酿点啤酒。彩彩，拿纸和笔来。这是目前所有顺利抵达子城的营城民众完整名册。撤离路上，民众中有觉醒能发生，具体情况还需要再统计。今天我去验证了一下，铁黑麦并不是常规的动物或植物。乔伊斯少校，我想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事已至此，您心如作何打算？不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是另一回事。我准备彻底叫停子城黑。你应该清楚，擅自停止种植上交铁黑麦，等同于公然违背编程既定法则，违抗3大城下达的指令。我当然明白，乔伊斯少校，按照编程一职一良执行的法案，执行官殉职，副官接任。您现在已经算是营城执行官了，您怎么想？营城都已经不在了，上校不必这样叫我。其实我来也是为了此事。雨季过后，难保3大城不会试图联络营城和子城。如果派了异变者队伍过来，黑田叫停的事情会被发现，中华餐厅的事情也同样。如果我们推测的没错，旧主人和新主人指代的是那个位置，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真出事了，现在的3大城是否还秉承一切牺牲为了人类集体，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异能者队伍，这是目前为止子城军人觉醒异能的数据统计，包括觉醒方式、尝试次数和辅助用的食物。原来子城能够涌现大批量异能者，大部分得益于中华餐厅的食物。我们得组建完全由官方掌控、绝对服从调配的异能者军队。营城军队也在计划中，
同时，我们还可以与民间觉醒强者达成合作。营城竭力配合。恰逢如今雨季阻断所有对外通讯，恰好是我们暗中积蓄力量、休养生息的最好时机。只是不知道这场雨季究竟会持续多久。依我阁上校，您的打算是雨季结束后，如果三大城来人查看情况，尽可能用边城的异变者力量阻断消息，甚至截杀。此举风险极大，您心中有几分胜算？不足30%，但我们别无选择。我有一个铤而走险的想法，请讲。营城强迫，没有子城接应，会全军覆没，通讯断绝，联络锚点消失，代表乱落失守。按理来说，子城没有外力帮助，也是一样的结局。你的意思是让子城假死？哪个不长眼啊？嘿，是林老板啊！把这个给伊夫阁掌管。快给执行官大人送去林老板的急信。最近不缺牛肉，先囤着吧。羊汤卖得快，要是有……真的假的？要啥来啥。我要啤酒花。唉，都是错觉。今晚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人生易如反掌的感觉吗？今晚就把猪圈升级了，再买5只小猪仔样上，田地也再扩建一圈，开足马力冲！这也太爽了！判断边城沦陷的标准是通讯断绝，联络锚点消失。正常情况下，断掉和三大城的联络，等于失去唯一的口粮来源。没有任何一座边城会冒这种自寻死路的风险。但现在，雨季已经来了，但三大城没有派来任何一支异变者支援队伍，连一封确认函都没有。显而易见，我们已经被放弃了。恰恰是这份放弃，才是我们唯一的生机。主动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对外营造出子城已经彻底陷落的假象。这个计划没有任何退路，但凡露出半点破绽，全城30万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这份风险，我们必须承担。是啊，我的原计划同样是9死1生。还有一件事更棘手，教城和蓝城至今还不知道三大城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处境相同，本应联手。贸然传递消息只会增加暴露的风险。一旦计划败露，子城的假死布局就会彻底崩塌。先把我们能掌控的事情做好，其余的从长计议。我先回去整理精锐名单，启动异能觉醒培养计划。祭司，进来一下。我在。明早通知西墙守军，全力配合林老板的行动。是。这栗子也太香了，下午我在岗执勤，根本没机会去中餐厅，还好有你啊，兄弟。昨天是谁偷吃零食吃撑了，半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队长特意交代，今天只准吃包子，禁止一切零食。你不会是要告状吧？那我得在队长来之前全吃光。队长，这么晚叫我过来，出什么事了？我们队里有人成功觉醒异能了。是谁？什么类型的异能？是我，异能是置换。突然就心所有劲儿，出什么事儿了？
全场安静。我是子城执行官伊夫格，即日起，所有撤离至子城的营城民众正式并入子城管辖，任命乔尼斯少校为子城副执行官。在此，还要宣布3条新规：第一，全体营城民众统一录入子城名册，符合服役条件者纳入雨季征选名单，名单稍后张贴于公告栏。第二，废除黑田服役制度，取消黑田抽签。第三，子城全面停止日常口粮兑换。停止口粮兑换，那我们往后该怎么活下去？乔伊斯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是林老板，中华餐厅直接开到广场里来了，这下买食物方便多了。大家稍安勿躁，西墙外的中华主店正常营业，店内售价更低，品类齐全。本广场摊位限时售卖2小时，售价略高，售完即可收摊。确实比店里贵不少，还没有蜂蜜山药、五香灿豆这些小吃，我还是去主店买吧。这个烤土豆一份只需要5个成币吗？没错，想要低价购买，可以前往主店，从西城门通行。摊位限时营业2小时，剩余1小时48分钟。这啤酒真的可以消除心里的恐惧，可以缓解精神紧绷，10分钟内免疫恐惧情绪，时效有限。城外似乎也没什么好怕的，赶紧出城搞些变异蔬菜换成币。我女儿还生病在家等着我呢。今天的时间结束了，各位请回吧。啤酒的效果好像消失了，不行，不能退缩，女儿还在家等着我呢。平城的吧？我们正准备去挖菜呢，走啊，一起啊，跟我们走吧，没问题了，我教你们挖菜，老挣钱了。查尔，是查尔，外面变异怪物多不多？会不会遇到危险受伤？墙外十分安全，守城官和子城人战斗力都很强，搜集物资换取成币也很轻松。简直像什么？真的假的？我们能跟着你们一起出城吗？当然了，人多更安全。你等我回家找个趁手的东西挖菜啊。看来店里日常运转已经完全不用我插手了。啤酒果然很受欢迎啊，没辜负我半夜带回来的啤酒花。摆摊的时候明显能看出来，喝过啤酒的人情绪状态都会发生变化，可我喝啤酒却丝毫感受不到啤酒的附加效果。难道是我本身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规则里的食物加成都无法作用在我的身上？热菜来啦！福福，现在制作菜品可以同步记录做菜步骤吗？可以录制，老板，开始录制。这也太香了！老板，我可以知道这道菜的名字吗？鱼香肉丝。可以点吗？可以点吗？我也想点一份。这道菜也好香啊，闻着酸酸甜甜的，听着还咕噜噜的，那是我的肚子在叫。糖醋汁锅包肉出锅，这2道菜已经加入了可点的菜单中，各位客人可以点单购买。菜菜，领班。哎，客人们怎么突然这么热情？这一上午你猜我们挣了多少？2人加起来136成币。我去，发财了！这顿饭必须你们2个请了，必须的。领班，给我们来一份跟老板一样的菜。闻着香味就知道你打包了好菜，这是鱼香肉丝吧？没错，特意打包回去吃。这道菜配米饭，堪称一绝。快速清点一下，去把成币也兑了，别浪费时间。林老板，这是新的变异生物资料，可能这一段时间没时间探查了，所以我今天特意叫人详细的探查了一次。这么匆匆忙忙的，看来官方要有大动作啊！丁，隐藏任务改写子城命运已完成，奖励精选卡仆抽奖成1。丁，隐藏成就一下完成了这么多，先来一发普通池子试试手气。恭喜您获得店内音响1对，1款打开后可以让店内所有客人受到音乐熏陶的音响，播放什么歌完全由你来定。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茉莉之花，超炫民族风，恭喜发钱，好运来来，甜甜蜜，青花瓷器，难忘今。不要啊！精选卡空里怎么也有普卡？我后悔了，银卡也挺好的，还是给我银卡吧。
让我看看是啥东西。恭喜您获得生物洞悉验镜，一副能让您看到方圆百里所有变异、非变异动植物名称的验镜，且会根据其稀有度、是否可食用标注为不同颜色。好东西啊！现在有了快车，有了快枪，缺的就是这样一个精准的指引，三者联合，以后只要方圆百里有的食材，中华餐厅就都不会缺了。再来一个金的。恭喜您，全自动厨师机器人成衣。行吧，银色也行，总比普通卡好。财旺旺福，你就叫吉吉吧。全自动厨师机器人为您服务。欢迎新同事。福，你晋升为厨师长，感谢老板重用，厨师长福会努力工作的。吉吉也是。恭喜！恭喜！好了，都各自去忙吧。多了个全自动厨师机器人，炒菜就完全不用担心了，烧烤也可以安排上了。再买一台自动穿串机，穿烤串。再扩建一间新店面。按这个涨势，雨季结束时完成任务不成问题。这是生物或者植物的具体位置吗？这光点的颜色，难道对应的是授核、直核的等级？有了这个眼镜后，世界好像变成了一种游戏。不管了，去实践一下。原来能够根据颜色暗电还是亮眼来分辨距离。嘿，有了这生物洞悉眼镜，打野跟开挂一样，有点爽是怎么回事？爽！蜂蜜可以做蜂蜜啤酒了。回家，让我看看哪条路回家能再收割一波。咦？宿主出现红色光点，则是 A 级哦，好好把握住。没有融合任何其他生物，自己一种植物长到 A 级，那应该金术可观。这么深，挖几辈子也挖不到。不对，聪聪自我介绍的时候是不是说过他可以耕种翻土来着？下次带聪聪来。宿主，绿色的可是珍贵的物品哦。会是什么呢？今晚收获不错嘛。明早要出摊，回来后要搞烧烤，交给聪聪打理吧。聪聪，根据农场和餐厅的情况，合理规划购买升级农场。餐厅的情况可以问领班彩彩。是没有这种功能。好的，保证完成任务。只是卡了，能完成就行。洗澡睡觉去喽。今天老板不来了吗？不会的，老板说整个雨季都来。老板来了！老板，我要1小杯啤酒。老板，我也要啤酒。各位稍等，马上好。这里不是卖烤土豆吗？有钱不买烤土豆，买啤酒做什么？试喝版，2成币1试喝杯，饮用后10分钟内立即清除高度紧张。喂，你们干嘛去？出墙啊！去外面挖菜换成币。你不怕吗？怕，不怕就不喝这个了。给我也来一杯啤酒。我也来一杯。哇，老板是神仙吧？你们看，又多了一家店面。你们听见了吗？好像有人在唱歌哎。哎，你干什么去啊？赶紧去新店里看看啊！晚了可没位置了。哎，你们动作怎么这么快？怎么没看见菜单啊？啊，彩2班。客人有什么能为您服务？这边怎么点菜？我们怎么没看见菜单？各位客人，烧烤店目前还没有开始营业哦，要等老板回来后才能营业。啊？那老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老板在城里摆摊，2小时后回来。啊，2个小时？等，要干等2小时，不等位置肯定没了。哇，这新出的苹果果汁也太好喝了！老板回来了！老板回来了！
天啊，我这辈子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好了吗？这2把烤好了。哎，老板，我要买。稍等，等各种烤串都烤完，大家再挑选也不迟。这就是烧烤吗？好了，都烤好了，可以点了。彩彩呢？彩彩，领班，领班，领班！先来我这里，给我留几串羊肉串。林老板，食物都打包好了，在主店的桌子上。谢谢林老板。不客气，您付了钱，应该的。我是说林老板进城摆摊一事，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城内摆摊，子成受益良多。听说您在城内摆摊会持续到雨季结束，若有需要，您尽管提，我方会尽最大努力协助。应该不用，雨季就剩下3天了，我忙得过来。什么？3天？是啊，雨季共持续1周。您这都知道？好，我明白了，多谢老板。执行官大人还是这么忙啊？雨季只剩3天了，这是真的假的？是真的，消息来源是林老板，不会有错。子成雨季提前的消息也是从林老板那里得知的，若不是林老板，子成也无法在雨季到来前做好准备。还剩下3天，这次雨季偏偏是最短的7天，没有比这更糟的情况。万幸我们已经知道了，还有时间准备。编组情况如何了？截止今天下午6点，觉醒计划的2轮僵化已经全部结束，参与者96人，36人成功觉醒，8人出现排异反应，正在接受治疗干预。受物资所限，其中5人情况转好，3人仍处于昏迷。你已完成雨季限时任务，奖励将于雨季结束时发放。涨了，看来主线任务和店铺经营有关。不过营业额涨了，接待人数涨了，菜品品类数量也涨了，但主线任务只涨了0.07%，这进度涨得也太慢了。算了，急不来，先专注好当下吧。丁，奖励您1次抽奖机会。哦，是不是我的鸡可以下鸡蛋了？出鸡蛋还要24小时，20只鸡每天只能产20个蛋，这可不够，给我狠狠升级，再买满小鸡。丁，您的兽盒币不足，无法购买。算了，晚上打野还能弄到兽盒，回来再买。丁，您的鸡舍已经升到最大等级，奖励抽奖机会乘1。5级就是鸡舍的最大等级了吗？还获得了1次抽奖机会，挺好。出门打野前，顺手把这2次普通抽奖抽了吧，说不定就有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呢。恭喜您获得载具存放球乘1，获得笔记本电脑乘1。不是，笔记本电脑在这没网的地方，作用是……果然没有网。算了，系统给啥用啥吧。哦，这个好像还有点用。OK， 出发去打野。老板，需要帮忙吗？不用，你待好。OK， 出发。他说风雨中这点碰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去吧，钻地机。好的，老板。这就是餐厅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吗？这边没问题了，去周围转转，打打野。这效率可以啊，这都挖到哪儿去了？报告老板，挖到了。这么快？这是什么东西？匆匆砍断这根。好的，老板。原来如此，这洞内错综复杂的枝条都是从果荚里长出来的。变异花生是在吸收臂力精丛，
聪聪，你先回去。好的，老板。出来吧。丁，你已完成关键隐藏任务，获取神秘食材1，奖励3次精选卡池抽奖机会。不愧是关键隐藏任务。搞定，回家。摸着冰凉凉的，这么硬，不像是食材啊。可是动气物镜怎么显示它是食材呢？福福、吉吉，过来帮我切个东西。我还治不了你了。真是块硬骨头啊！还得花900给你升个级。36小时，一根要磨1天半。唉，磨吧磨吧。加上摆摊的这2个小时，怎么也有6个小时了。我倒要看看磨出来了什么东西。就这么点儿。这也没味道啊。刚才长粉末那下，少说长掉了200成币。看来都能加，似乎也不影响菜的味道，纯增益。长官，长官，您快看看，这是今天中华餐厅的特卖菜单。什么？提高觉醒概率，增强异能能力。已派人问过了，今日只收这7份，现收集资快，准备好大量成币，我们去中华餐厅，多贵也得全款拿下。领班才。客人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想找一下林老板。找老板？您是要送今天的订单清单吗？给领班才就可以啦。不是，限购的这个。您说这件事啊，老板有交代。您要是问起限格菜品的事，就说之后还会有的。放心，今天大概还会有20份。好嘞，要20份都要。多谢，